救人途中被车撞飞，朝阳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竟然出现在了高地上，周围全是陌生的景象。朝阳马上意识到他穿越了，兴奋地掏出手机想拍个照留念，然而这里连个信号都没有，就去了个店铺想把手机弄出手。朝阳言辞巧妙，让老板出了个好价，然后他买了全套装备，朝阳的冒险生涯就这么开启了。他首站来到冒险者公会，新手第一次领任务，前台的塔尼亚特别照顾他，填好表格，朝阳开始选任务。他还只是个菜鸟，塔尼亚建议他先从猎兔子开始，不过朝阳一出门就遇到飞龙，这货明显不是新手能应付的。朝阳很快镇定了下来，正当他看技能面板，发现自己只会扔石头，基本属性也弱得可怜，但现在也退不了了。巨龙的咆哮让朝阳动弹不得，正当危急时刻，朝阳想起了一直保护他的姐姐针叶，脚下突然亮起魔法阵，姐姐似乎感应到了，从虚空中出现。面对巨龙的热吸，针叶一跃起飞冲上半空，巨龙不甘示弱向他冲击，针叶一击3连秒了飞龙。朝阳不禁思考，这真的是自己的亲姐姐吗？然而姐姐直接扑到朝阳怀里，超级可爱，朝阳你太可爱了。朝阳问姐姐为何会在这，姐姐说因为她车祸后一直昏迷，一直在梦里说异世界的事。姐姐猜她灵魂去了异世界，就撞墙过来找朝阳，发现根本回不去了。对姐姐来说有朝阳在就行，两人就这样开始了异世界的生活。这次任务让朝阳名次飙升，从猎兔子直接升到食人魔级，还得到了一块象征的徽章。朝阳高兴地接过徽章，但塔尼亚接下来说让他后悔，如果被发现用假实力提升的话，最严重可能会直接被处死。朝阳下得赶紧去找姐姐帮忙，让她隐藏实力，偷偷帮自己保持强者形象。姐姐爱护弟弟，当然是满口答应。朝阳接着说想看看姐姐的属性面板，结果一看他就彻底崩溃了，姐姐的属性强到面板都显示不出来。这时街上传来了尖叫声，细看才发现是在举行送别游行，送别一支冒险队伍去讨伐魔王。一听到魔王，朝阳立马想到游戏里的设定，只要打败魔王，他们就能回到现实世界，真帅啊！总有一天我也要像他们一样。就在冒险者离开后，突然一个大胡子壮汉开始耍酒疯，因为他一向瞧不起龙级的齐格。大胡子是个食人魔级冒险者，要是他发起疯来，没人能拦住他。这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朝阳，他们都把朝阳当成天才，相信他一定能制服大胡子。但对朝阳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，周围的人却开始起哄。而大胡子见到朝阳后更是直接嘲讽，这下惹怒了姐姐，他眼看就要动手。朝阳为了不让姐姐暴露实力，赶紧拉住她。随即他想到了3种可以赶走大胡子的方法，为了让姐姐配合，朝阳说事后可以满足姐姐的任何要求。事情结束后，朝阳迎来了众人的欢呼，这次他完美的度过了危机，既没人发现他的真实实力，还成功赶走了大胡子。但这时姐姐却要求朝阳兑现承诺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朝阳和姐姐开始了冒险，虽然才5级，但他的实力却没什么进步，连打个史莱姆都要花很久。而姐姐针叶一个技能就能灭掉整个史莱姆部落。朝阳不想一直这样依赖姐姐，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强。于是第3天趁着姐姐在晒衣服，朝阳偷偷去了冒险者公会，他打算接一些小任务来提升等级，可接待员塔尼亚给他推荐的竟然全是高级任务。要知道朝阳真正的实力还是个菜鸟，所以朝阳问有没有离城镇近一点的简单任务，他还说镇上有危险的话自己可以及时赶回。朝阳就这样顺利的接了个采蘑菇的任务，结果朝阳的运气又爆发了，采个蘑菇竟然走进了狗熊里。看着那块熊出没的牌子，朝阳觉得遇到熊应该挺稀罕的，但下一秒他一转头就看到一头巨熊，朝阳已经无路可逃，姐姐也不在身边，他只能拼命一搏了。就在巨熊要扑向朝阳时，突然一道紫色火焰从天而降，巨熊直接被消灭，朝阳也被气浪吹飞，他脸朝下栽进了草丛里，感受着魔法的威力和草的触感。朝阳立刻知道这是姐姐的手笔，他感叹自己果然离不开姐姐。可当他抬头，却发现自己认错了人。朝阳赶紧向大姐姐道谢，却被告知他在猎熊。朝阳被袭击只是被连累了。这时候两人被熊群包围，朝阳直接被大姐姐扔上了天。等他落下来的时候，周围的熊已经全被解决。突然地面震动，一头巨熊从地底冒出，这熊和刚才的完全不一样，还会说话。他是熊群的老大，而大姐姐猎熊就是为了逼老大现身，然后打一场。巨熊愤怒的一击打向两人，却被轻松挡住，接着被大姐姐一个魔法反手打死。大姐姐本以为熊王能满足她的战斗欲，没想到连一击都撑不住。朝阳被大姐姐的实力震惊，大姐姐说她是魔王军6干部之一的吉尔玛利亚。朝阳吓得不知所措，但玛利亚说她不会攻击弱者，
而玛利亚之所以在这里，是为了寻找一个叫军场朝阳的冒险者。听说他是工会里的天才少年，打败了许多强大的魔物。玛利亚相信他一定能和自己战斗到底。这话一出，朝阳彻底慌了。正当他想偷偷溜走时，不小心掉出了象征身份的徽章。玛利亚看到徽章，脸色立马变了。朝阳眼看身份暴露，立刻施展魔法，一道地刺隔开了两人。朝阳成功回到亲姐的怀里。原来姐姐感觉到朝阳有危险，所以立刻赶来。在见到玛利亚的瞬间，姐姐确认这是她的情敌。当看到玛利亚暴露的穿着后，姐姐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，因为她自己这身暴露的衣服就是为了迎合朝阳的兴趣穿的。双方明显不在一个频道，玛利亚直接动手，两人碰撞在一起，二人的战斗余波在原地留下了一个巨坑。玛利亚一下子明白了朝阳的那些战绩全是姐姐的功劳，既然找到了目标，玛利亚就果断出手了。最后还是姐姐技高一筹，但就在姐姐要补刀时，朝阳拦住了她。毕竟玛利亚刚救了他2次，他可不想恩将仇报。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森林，但看着姐弟俩的背影，玛利亚好像也有了新的目标。而对姐弟俩来说，玛利亚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高手。不过在朝阳看来，姐姐应该更厉害，毕竟打完一场后，姐姐还是毫发无损。这天朝阳为了升级在讨伐哥布林，结果伤害不够，还引来了一群。朝阳直接开大招召唤了姐姐，大招虽然好用，但代价也让朝阳难以承受。朝阳好不容易升到了10级，这时候他明白了，只有自己打出的伤害才能算经验值，和姐姐组队的击杀并没有得到共享。于是姐姐想了2个办法，一个是她抓住魔物让朝阳打，或者让朝阳直接打他升级。不过朝阳都没有采用，因为 RPG 游戏就是要自己慢慢升级才对，而且他也做不出伤害姐姐的事。升到级后，朝阳可以学一个新技能了。在面板上找了一会儿后，朝阳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技能，他下一秒就从姐姐的束缚中挣脱了。这就是朝阳学的新技能瞬移。有了这个技能，他不仅能跑得更快，还能轻松摆脱姐姐的控制。但朝阳不知道的是，他跑得越快，姐姐就越兴奋。这天工会前台塔尼亚问朝阳是不是一直单打独斗，得知朝阳只和姐姐2人一起，他就推荐朝阳和其他人组队，并且拿讨伐队的阵容举例，4个人各司其职，配合起来特别强大。不过最近有传闻他们也被团灭了，正在养伤。这番话让朝阳不由得憧憬起未来的生活，说不定组队之后还能有美好的邂逅。就在他做白日梦的时候，遇到一个醉汉被人欺负，看到那3个人的行为越来越过分，朝阳忍不住出手了。但就在3人要打朝阳时，醉汉反手就把3人放倒了。朝阳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原来对方竟然是最强的龙级冒险者七格。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之前讨伐魔王的途中，他们整个队伍都被玛利亚秒杀了，也因为这样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朝阳赶紧安慰他说，失败3次并不可怕，况且他还有一支让人羡慕的队伍。不过齐格却告诉朝阳一个残酷的事实，他的队伍其实没那么理想。法师是个酒鬼，每天都泡在酒馆；肉盾战士是个重度社恐，因为害羞连话都不敢说。齐格甚至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可朝阳觉得在冒险中能互相依赖就行了。安慰完齐格后，朝阳就离开了。接着他又去了冒险者工会，这次正好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他帮忙。朝阳还没来得及拒绝，就被推上了马车，刚到地方就被飞龙围攻。这次可没有姐姐帮忙，关键时刻玛利亚出手了，一招就把飞龙全秒了。但朝阳不明白玛利亚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原来他是来还朝阳的徽章，还想找姐姐再打一架。他话刚说完，天空又出现几只飞龙，还没等玛利亚出手，姐姐就赶到了战场。结束战斗后，姐姐没理玛利亚，朝阳你没事吧？玛利亚气得不行，说明了来意后就要开打。没想到姐姐根本不想打，她觉得与其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多陪朝阳。姐姐不想打玛利亚，就把朝阳当人质，这下彻底惹恼了姐姐。姐姐一拳就把玛利亚制服，然后2人转身离开。看着靠谱的姐姐，朝阳终于明白自己根本不用组队，姐姐一个人就够了。这话传到姐姐耳朵里，意思又不一样了，我也只要有朝阳就够了，朝阳最好了。这天朝阳来到工会接任务，因为姐姐开销太大，加上一直住旅馆，总是攒不下钱。他最近打算攒钱找几个固定据点。塔尼亚听说了朝阳的窘境，给他推荐了个任务，完成不仅有高额报酬，还能得到他想要的据点。这种好事朝阳当然不会错过，直接答应了。塔尼亚马上帮朝阳接了任务，然后告诉他这次任务是清理恶灵。可朝阳从小就怕鬼，回家后一告诉姐姐任务，他下一秒就。2人赶往任务地点，朝阳强装镇定，可一道雷声就把他吓得原形毕露。这一切都在姐姐意料之中，朝阳还是得靠他。这时草丛里突然窜出一只野猫，这一下虽然朝阳没事，但差点把姐姐当场吓死了。
啊，不是吧，只是只猫吗？很快他们就到了任务地点。朝阳刚要开门，就感到一股吸力，原来恶灵会吸走进屋子里人的力量，但姐姐根本不在意。只见她淡定地走上前，握住门把手，结果恶灵吸太多力量，把自己撑吐了。他们就这样顺利进了屋。恶灵马上看出姐姐不好惹，于是目标转向朝阳，他开始操控屋里的东西攻击朝阳。虽然伤害不大，但姐姐每次都要给朝阳灌恢复药水，差点把朝阳撑死。这时恶灵终于现身了，恶灵对两人发动攻击，但被姐姐一个狮吼功轻松化解。为了吓到朝阳，姐姐准备用魔法超度他。恶灵看到姐姐实力强大，决定发动能力占有她。地上突然冒出一团黑气，一下子就把姐姐吞噬了。恶灵就这样附在了姐姐身上。这一幕让朝阳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姐姐的力量能轻松毁灭一个国家，要是被坏人利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朝阳根本没实力阻止姐姐，想瞬移拉开距离，却只闪了1厘米。关键时刻，玛利亚赶到了，朝阳赶紧说明情况，毕竟现在只有玛利亚能对付姐姐。玛利亚刚想动手，就被朝阳拦住，在这儿打起来，房子就毁了，朝阳可赔不起。结果两人成功激起了姐姐的斗志，为了不破坏房子，他们决定用掰手腕来决胜负。只是两人气场太强，就算掰手腕都能对房子造成破坏。朝阳更是被气浪吹飞，等烟雾散去，只见玛利亚躺在地上，而姐姐毫发无伤地站着。突然姐姐猛地扑向朝阳，这熟悉的动作让朝阳愣住了，他终于反应过来姐姐一直在装。果然姐姐1秒就把恶灵净化了。原来姐姐虽然被附身，但身体的控制权还是她的。只有玛利亚受伤的世界达成了任务完成后，姐弟俩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，在这个奇幻的世界里也算有个家了。那天塔尼亚在工会前台叫朝阳去探查一个新出现的迷宫，这迷宫不知怎地就冒出来了，据说是2种神秘力量的碰撞造成的。朝阳一听就明白了，肯定是姐姐们的杰作，他二话不说就接了这个任务。结果一进迷宫就踩到机关了，差点害了姐姐，好在他反应快，只用2根手指就挡住了陷阱，然后翻身站稳。为了安全，他们决定手拉手前行。走了没多久，姐姐感觉到冷气，一看前面竟然是一群骷髅兵。姐姐本来想用魔法解决，朝阳却突然冲过去把她压下。如果姐姐在这释放魔法，这迷宫肯定塌了，只能让朝阳来处理了。朝阳就用了他的3级投石技能，谁知被级骷髅兵硬生生打回来，最后还是要姐姐出面。很快他们就到了最底层，这里居然没魔物，反而是几只小熊从后面走了出来。虽然迷宫安全，但朝阳没打算说实话，他担心这成了冒险者的练级场，会影响这些小熊的生活，所以他决定报告这迷宫有安全问题。回程的路上，朝阳忽然觉得肚子饿，姐姐一听马上用闪现回家做饭去了。姐姐刚走没多久，朝阳就被怪物攻击，差点没逃回城。正当他松一口气，有人跟他说话，一回头是个看上去很温柔的村姑。村姑请求朝阳带他逛逛城镇，朝阳本来想答应，突感觉有诈，立刻脱身。村姑现出真身是玛利亚，原来她用了隐形魔法。自从遇到朝阳和姐姐之后，玛利亚对人类的生活很感兴趣，她想亲自了解一下，所以回到工会。朝阳感觉塔尼亚有些不高兴，尤其是看到玛利亚那挑衅的眼神，塔尼亚气得不行，但还是给了朝阳赏金。回到家后，玛利亚想捉弄一下姐姐，假装自己是朝阳的新女友，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姐姐识破，因为玛利亚变样也挡不住她的气味，姐姐那敏锐的嗅觉是骗不过的。姐姐在家大展厨艺等朝阳，玛利亚看了直垂涎，想混顿饭，姐姐直接拦下没商量，提醒朝阳养宠物不简单，我才不干呢，我才不干呢。谁想到姐姐手艺超一流，玛利亚才吃几口就甘拜下风。朝阳经历重重试炼，终于能单挑怪兽，刚显帅，结果 BOSS 杀到，姐姐及时出手解决了问题，地面被炸出个大坑。朝阳还在回味姐姐发现他的伤，二话不说拿药水给朝阳处理。朝阳觉得用这药水太奢侈，朝阳用瞬移溜了，正想走人，正巧撞上白发少女。看到少女，朝阳心动了，赶紧拉着少女道歉。少女看他受伤就施了治愈，少女一出手伤就好了，没想到他是稀有治疗师，旁边伙伴催他。少女匆匆道别，姐姐赶到现场，姐姐想看伤口，发现好了。朝阳解释了一番，姐姐才知道还有奶妈这职业，姐姐觉得奶妈就是活药水。第二天，朝阳一到工会接紧急任务，有队伍被困迷宫，正是那白发少女的队伍，少女被绑得牢牢的，朝阳英勇救少女，姐姐一拳秒了怪。少女没看到姐姐的帅气，醒来只看到队友。少女以为朝阳救了大家，她昏迷前只看到朝阳，朝阳默默行善，因为大家都是血腥一片，朝阳怕留坏印象，姐姐趁机表白，她说就算朝阳脏也不介意。这时少女插话，自我介绍她叫苏菲，她妈是大祭司，告诉苏菲会遇到英雄要帮助。苏菲认定朝阳是英雄，看来是认错了。苏菲还说想加入朝阳的队伍呢，
朝阳没直接拒绝，不过得先问问姐姐的意见。姐姐一听这话，脸色都变了。朝阳本以为姐姐会直接把苏菲揍一顿，谁知道姐姐居然对苏菲挺有好感。这时候那3个队友过来，把责任都推到苏菲头上，说是苏菲害得他们全团灭了，以为苏菲会吓得不敢吭声。结果苏菲3秒钟变身话痨，开始狂轰滥炸那3个废柴。苏菲还把朝阳也扯进来，边黑别人边把朝阳夸上天。朝阳听得都哑口无言，没想到苏菲外柔内刚到这种程度，他这么一搞，那3个人直接把朝阳当成元凶，气氛越来越紧张。旁边的人都开始劝架，苏菲还真不怕事大，还非得逼朝阳去教训那3个人。看形势不妙时，姐姐终于出手了，她用胡椒粉制造了一片混乱，3个废柴一眨眼就被解决了。苏菲只是打了个喷嚏，就看到那3个废柴都趴地上了。苏菲更是对朝阳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可一转眼朝阳人都不见了。虽然姐姐对苏菲挺满意，但朝阳觉得苏菲太能惹麻烦。朝阳更中意那种清纯的治愈系，姐姐马上说她眼前不就有个。这天魔王军的小队突袭了附近村庄，领头的还是个高级独眼巨人，姐姐一招就把他秒了。其他的魔物吓得四处逃窜。这时朝阳注意到还有几个没逃掉的魔物，正准备动手，突然3个小怪物开始整齐划一的跳起奇怪的舞。朝阳就这么愣愣的看着。朝阳被姐姐一撞，头都撞破了，对待姐姐的态度又恢复如初。这种反复让姐姐都懵了，但朝阳已经发现是那3小只在搞鬼，他决定趁他们还没跳完赶紧动手。姐姐也看出来了，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他一脚就把朝阳踢开，然后开始忽悠那3小只，想活命就给我好好跳舞。结果姐姐就这样让3小只变成了帮手。朝阳被催眠回到小时候了，就像个小孩子似的黏着姐姐不撒手，可怜了那3小只。姐姐看到这样的朝阳也是有点招架不住，气到直接喷血。我刚才在干嘛呢？3小只赶紧帮朝阳恢复状态，撞了头就能恢复，以后得小心点。姐姐还沉浸在美好幻想里，突然一个巨大的独眼巨人从天而降，自称是魔王军的6干部手下。姐姐不买账，这时还搅了他的美梦，吓到朝阳了，这可是大罪。姐姐正要动手，朝阳却挡在了前面。他想保护姐姐，但实力太弱，还是姐姐动手秒了那怪物，状态又乱了。姐姐打算让3小只帮忙，转头一看，3小只已经被炸得稀巴烂。姐姐第一次这么讨厌自己的力量，美梦成空，她却没想放弃。朝阳醒来看到一地狼藉。对了，真叶姐在哪儿？第2天朝阳去冒险者公会，但塔尼亚不在，问了别人才知道塔尼亚去约会了。朝阳一听心里一惊，这意味着塔尼亚可能有男朋友了。朝阳有点失落。这时换衣服的塔尼亚出现了，朝阳差点认不出来塔尼亚的约会对象，其实是他弟弟罗伊，他们准备去隔壁镇办事，本来还缺个护卫，碰到朝阳正好不用再找人了。朝阳心里一慌，要是路上遇到魔物自己肯定暴露，但罗伊期待的眼神让他难以拒绝。朝阳还是答应了护卫任务，心里只能祈祷路上别出事，想着主干道上魔物出现的几率也不高。可朝阳运气爆表，不久就出事了，竟然遇到了不该出现的飞龙。飞龙一出现就喷火，朝阳反应快，把2人拉下车。车夫见状带马就跑，朝阳也想跑，但塔尼亚他们又看着他期待，毕竟在他们眼里朝阳能打败飞龙，朝阳只好应上了。一剑下去只是轻伤飞龙，飞龙蓄力时突然爆炸了，朝阳就这样赢了。塔尼亚他们还以为是朝阳打败的飞龙，虽然危机解除，但马车已经不见了。3人只好徒步前往隔壁镇，但就在他们背后，那个快没气的飞龙正打算悄悄袭击他们。幸好一直在暗中的姐姐又及时出手了，在2位满级大姐姐的带领下，朝阳终于升到了20级，还觉醒了光魔法。在异世界，这是勇者必备的超强属性，可惜到了朝阳这儿就只能用来当灯了。可怜的朝阳似乎总逃不掉废柴的命运，姐姐只好安慰他，有光也挺好的，当个电灯泡也算家用必备啊。边聊天，3人也到了目的地，这里是一个犯罪团伙的隐藏地点，任务就是要把这帮人一网打尽。此时2个壮汉突然冲了出来，见朝阳还是个小孩，就威胁他快滚开。谁知下一秒就被2位姐姐一脚踢飞。朝阳赶紧上前想要阻止，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这2个人，这是按照塔尼亚的委托来的。有人在搞冒险者等级的假证买卖，所以工会特别看重这个任务。滥竽充数的冒险者会带来很多问题，工会的赞助者贵族们也很头疼，所以就发布了2个剿灭任务。朝阳接任务的时候还有点心虚，因为他的等级其实也是假的。正当朝阳回想任务详情时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没想到犯罪团伙的头目竟是个食人魔级别的冒险者，但朝阳毫不慌张，姐姐一出手就能秒杀对方。这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，是麻烦制造者苏菲，她也从前台那得知了朝阳的任务，特地来帮忙，还带来了一大帮人来看朝阳的表现。这样一来，姐姐就不能当众出手了。
朝阳只能自己单打独斗，幸好姐姐帮了点忙，姐姐隔空就把敌人的武器粉碎了。朝阳抓住机会一剑斩下敌人的首级，就这样度过了这次暴露危机。真叶姐的助攻太给力了。同时在另一个据点，两位妹子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讨伐任务。据点的头目也是个食人魔级，但也被秒了。当格洛利亚得知朝阳升级这么快，还比他还快，就开始有点怀疑了。之前一天，朝阳被之前救过的村子邀请来做客，结果一到就被告知村子又有新的魔族威胁。村子请求朝阳出手相助，因为他们请不起其他冒险者，只好如此求助。朝阳没办法，只能应上了。结果一来就挨打，朝阳直接受伤了。紧急关头，一位女仆突然出现，解决了魔族。紧接着格洛利亚帅气登场，把兽人秒了。经过这场战斗，二人已经确信朝阳是靠不正当的方式提升等级的。此时女仆感觉到危险，猛地扑向格洛利亚，正好她之前站的地方突然塌了。这其实是姐姐搞的鬼，但不知情的众人以为这是朝阳的隐藏实力。羞愤的少女立刻向朝阳挑战，她要揭露朝阳的真面目。决斗的日子到了，朝阳才知道格洛利亚比食人魔还要强一级，是个魔偶级冒险者，有点荒诞。还好姐姐有备。尽管如此，朝阳还是想靠自己力量战斗。这时准头很准的女仆出现在姐姐背后监视，姐姐没帮忙，朝阳只能挨打。玛利亚看不过去想帮忙，结果女仆竟然对她发出杀意。玛利亚决定教训这个傲慢女仆，没想到此时姐姐插手了。姐姐相信朝阳比看起来能干多了。躲避中，朝阳意识到因为姐姐上次的攻击，格洛利亚误以为是朝阳的力量，所以一直很警惕她，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就能扭转局势。格洛利亚突然跃起发起攻击，关键时刻朝阳使用光魔法致盲，轻松赢得了决斗。决斗后，格洛利亚对朝阳一见钟情，她变成了个痴迷的女人，假装巧遇。可惜朝阳没察觉她的心意，还以为她是要继续揭露她，所以格洛利亚在大街上堵她。格洛利亚顺势邀请朝阳，让他陪她完成任务，证明实力。三人就这样进入了迷雾森林。女仆对小姐的真实目的很好奇，本来约好和朝阳去喝茶的，格洛利亚觉得森林更像是约会。既然是约会，女仆建议要展现可爱一面，在迷雾森林可以借口防迷路牵手，手一握就听到骨头啪啦声，格洛利亚只好作罢。三人继续深入森林，迷雾愈发浓厚，视线模糊。幸好朝阳能用光魔法照亮前路，灯一亮，周围竟然围满了被抓的冒险者，他们正是这次任务的目标。地面突然震动，一只树精跳了出来，看来他正是让人们失踪的元凶。三人迅速分工，战斗女仆去解救人质，朝阳和格洛利亚负责干掉树精。本来计划不错，但妹子突然花痴了起来，这一愣，树精抓住机会发起攻击。见此情形，另外两人脸红了一下，因为格洛利亚的白内裤全都露了出来。这尴尬的表情让格洛利亚也意识到了，羞愧之下他彻底爆发，一记高雅蔷薇刃斩下去，树精被砍成了碎片。一天就这样美好的结束了。只是格洛利亚心情不太好，第一次约会竟出了这种洋相。第三天一大早，朝阳刚要起床，玛利亚从后面抱住他，他已经喝醉了。他还让朝阳别去上班，陪他继续喝。不务正业的他被姐姐丢了出去，毕竟他们还得接任务，赚钱养家。今天的任务是找到一朵金色彼岸花。刚出门就听到了苏菲的声音，他也想帮忙找花，自称很擅长。他说着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，可是长时间的吟唱后，法杖却毫无反应，不仅没动，还直接倒地了。不过人多力量大，找东西也会快点。正好他们来到一条岔路，三人分成两组。苏菲想和朝阳同行，但朝阳宁愿自己一个人走，他觉得苏菲肯定会添麻烦。姐姐本来不放心朝阳单独行动，但突然她感觉到了什么，于是放心的离开。虽然苏菲开始很不乐意，但姐姐说要分享朝阳小时候的趣事。苏菲一听这个立刻高兴起来，他们就分开行动了。可朝阳没走多久就遇到了哥布林，几只哥布林突然偷袭他。危急时刻，一团魔焰突然飞来，原来是玛利亚一直在暗处保护朝阳，这也是姐姐放心离开的原因。突然两人听到尖叫声，赶紧跑去看。朝阳看到一群被吸干的男人，朝阳不小心也中了招，好在玛利亚及时介入打断了攻击。对方一眼就认出了玛利亚是魔王的6将之一，他自己也是魔王军的一员。原本以为玛利亚会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，玛利亚反击超快，直接把对方打发了。朝阳担心玛利亚真的没事吗？玛利亚说她根本不在意，只要有人欺负朝阳，她绝不手软。苏菲也带回了金色彼岸花。朝阳这次任务被蜥蜴石化了，那就认命了。姐妹们赶紧找办法，姐姐想亲亲看能不能解，最后还是算了。她把朝阳搬到床上，朝阳其实都知道姐姐其实没法解石化，寻药的妹子们也白忙一场。姐姐突然有了个点子，想把朝阳泡热水试试，顺便他们也洗个澡。朝阳因为石化眼睛不能闭，不小心看见了不该看的。姐姐抱走朝阳的姿势很奇怪，还把他当晾衣架用了。热水泡完也没用，姐姐又想用吻试试，想到了公主的故事。就在这时，玛利亚突然出手，姐姐的计划被打乱。姐姐误会玛利亚来抢吻，吻期
其实解不了诅咒。玛利亚其实有解石化的能力，她一施法，朝阳就被光芒笼罩，朝阳瞬间破石而出。玛利亚安慰她，在石头里意识清晰，很痛苦。姐姐这才明白，原来朝阳都看见了，心虚的找借口溜了。朝阳醒来见女仆在眼前，女仆要朝阳帮忙搬家，是格洛利亚委托的。格洛利亚搬家没得到家里同意，但他力大无穷，拦都拦不住。路上格洛利亚吐槽爸爸太保护他，朝阳以为他出家会苦点，结果他新家竟是3栋大别墅，任务在身，朝阳还得搬家。格洛利亚也来帮忙，搬运中格洛利亚还幻想了3次，他想象着新婚夫妇搬新家的场景，这让远处的管家确定了，小姐坚持搬家一定是朝阳的错，肯定是朝阳在骗他。管家这回来的可是准备充分，带上了个龙级别的大佬，对付朝阳手到擒来。这次他得让朝阳吃点苦头。正想着呢，突然一道紫光射来，他们俩愣了一下，然后转头看到一个杀气腾腾的女人，直接瞪得他们俩认怂了。这时候朝阳已经吃得圆鼓鼓的，格洛利亚打算留朝阳在家里，他没辙了，只好去问女仆。女仆提议雇朝阳当住家工，格洛利亚一听这主意就中，想到朝阳穿女仆装，他都激动了。但朝阳肯定不干，他们得找个让朝阳常来的借口，组建3个队伍，把这豪宅当基地，完美。朝阳这回没拒绝，还去请教了塔尼亚。塔尼亚让他放心，因为工会支持组队，想好队名就能注册。苏菲也听到了，她非要加入不可。朝阳就这么成立了自己的冒险团，取名的重任自然落他头上。但3个妹子太近了，让朝阳想起昨晚的泡澡场景，他脑袋直接卡壳。旁边的姐姐见状帮他取了名。今天朝阳接了个他很感兴趣的任务，去海边打鲨鱼。电影迷的朝阳，他看过不少鲨鱼电影，现在异世界说不定能遇到更猛的，遇到比电影还牛的鲨鱼。姐姐关心的不是鲨鱼，是海边等于泳装，泳装就等于正大光明占朝阳便宜。但意外的来客打乱了姐姐的计划，姐妹们知道朝阳要去就都跟了过去，除了玛利亚懒床没叫醒。女仆说是他们刚到的时候遇到鲨鱼攻击，顺手就解决了，任务完成，大家可以尽情玩了。女仆还特意准备了泳衣，准备的太周到，朝阳意想不到自己竟在异世界看到学校泳衣，还有新旧款。女仆骗他们，是因为朝阳的爱好才让苏菲和塔尼亚穿。姐姐的泳装跟平时衣服没两样。格洛利亚一亮相，朝阳目不转睛，突然来了个不请自来的客人，居然是本该睡大觉的玛利亚。她穿着火辣辣的衣服，自称是朝阳的女朋友。姐姐说这影响朝阳的心态，就给她点颜色看看。玛利亚一来，妹子们感觉压力山大。女仆出招，提议启动备用方案，把大家的泳衣都换成普通款。女仆来了个建议，搞个排球大赛，赢家可以让朝阳答应一件事，完全没考虑到朝阳的意愿。几个妹子各有心思，都点头同意。排球比赛后，接着是各种游戏，连续几场比赛下来，最后胜者是姐姐。海边突然多出好多鲨鱼，那些鲨鱼是来复仇的，不过他们明显找错了对象，在姐姐和玛利亚手里，那些鲨鱼就是小菜一碟。格洛利亚和女仆也能轻松应对，还有一条幽灵鲨鱼没实体，朝阳的光属性技能正好克制它。一条鲨鱼突然偷袭姐姐，朝阳下意识挡在前面，结果被卷进漩涡。姐姐赶紧跳下去救朝阳，两人一起醒来。姐姐说他们被卷到了荒岛，虽然大家肯定会来找，但在那之前，他们可以尝试下荒岛生存的乐趣。有姐姐在，什么都不是问题，荒岛生活也轻轻松松。即使如此，他们还是玩得很开心。自从冒险小队成立后，他们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姐姐的快乐就是和朝阳在一起，只要和朝阳一起，哪里都开心。朝阳也坦诚的对姐姐的陪伴表示感谢。海边突然又出现一条鲨鱼，自称是这片海域的鲨鱼王。之前的海王10大是他的部下，还没来得及说完复仇的话，妹子们已经开始攻击了。朝阳从谈话中明白了事情经过，姐姐白天赢得的奖励就是和朝阳在荒岛上待1天，所以他们只好躲起来偷看。鲨鱼王因为被无视很不爽，召唤出修好的海王10大，果然他们组成了个超炫的机器人，看着很厉害，但结局已注定，因为打扰了姐弟俩的美好时光。那天雨哗哗的下了整整1天1夜，朝阳在家里真是闲得慌，跟姐姐一起窝在家里，他心里还是挺着急想出门的，主要是2个姐姐又闹腾起来了，真是受不了。等到天气终于晴了，朝阳一开门就发现家门口都被水淹了，他才走出去3步就突然被一堆绳子绑起来，好在姐姐及时把他救了下来，可他一落地就被一堆黏糊糊的东西盖头了，朝阳差点没给憋死。姐姐们看到这情况，立刻准备动手救他，朝阳吓得赶紧用瞬移逃了出来，要是没及时逃开，可真就凉凉了。朝阳跑出去一看，发现塔尼亚也被奇怪的姿势绑着，朝阳赶紧把他解救出来，从他那里把情况都打听清楚了，原来是一种遇水就长的史莱姆，这几天大雨让它变得超级巨大，但按道理这种史莱姆是不应该在城里出现的，肯定有人在背后操纵。于是大家决定分头行动，2个姐姐去找幕后黑手，塔尼亚带队到高处避难，朝阳则去帮助镇上受伤的居民。朝阳刚救了2个小孩，就遭史莱姆袭击，差点就没命了。
幸亏齐格及时赶到救了他们。齐格以前是顶尖的冒险者，他很清楚史莱姆的弱点，只有摧毁核心才能彻底干掉他，不然史莱姆会不断复活。朝阳赶紧把孩子们送到教堂安全地带，苏菲也在那边帮伤者治伤。交接完后，朝阳就又出发去找史莱姆的核心了。姐姐们也找到了操控者的位置，玛利亚一眼就认出来对方是魔王手下的混乱魔女。魔女看到玛利亚这位魔王军的大将，就邀请她一起来搞破坏。玛利亚还没开口，姐姐就先拒绝了。魔女一怒之下对姐姐发起了攻击，不过姐姐硬是没受一点伤。玛利亚随后也用自己的魔焰反击，魔焰打下去，姐姐倒是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正好她最近刚练了几招新招数，能让对手在享受中悄无声息的嗝屁。姐姐双手一挥，一道红光闪过，玛利亚看到这阵仗知难而退，转眼一把就把魔女抱进怀里。魔女这下可真是又惊又喜，正在享受着最后的时刻，也笑得开心。那边朝阳还在找核心，结果啥也没摸着。格洛利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，女仆也跟着。女仆靠着快速和洞察力，在大海里迅速发现了一点光，谁知道这史莱姆躲避技能点满了，一个人根本没法抓到他，三个人一起上也没啥大用。只看到史莱姆突然跳起来，核心立马被带到空中，朝阳只好决定拼一把，叫格洛利亚把他扔向空中，然后用投石技能试图打碎核心。扔出去后才发现核心比想象的高多了，此时水位突然快速下降，核心一碎，史莱姆化成的水柱也塌了。朝阳因为不会飞开始掉下来，看起来马上就要摔个4分5裂，还好姐姐及时赶来把他抱住。看到朝阳自己解决了危机，姐姐心里特别高兴，决定回家后特别奖励朝阳。关于那突然的水位下降，是因为姐姐在地面挖了个洞。故事就这样告一段落。